北约峰会将于9号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次峰会拟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参加。日本共同社指，4国可能将与北约构建合作机制，美其名曰打击所谓虚假信息。外界担忧，这是北约进一步亚太化的又一突破口。 日本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日、韩、澳、新4国已经与北约展开协商，拟强化在虚假信息和网络安全等4个领域展开合作。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4国将达成一致。据悉，各方还将设立虚假信息应对磋商，首次会议将在日本举行。 根据北约已经公布的会议议程，即将在9号启动的北约峰会主要聚焦3大主题。除了传统的援乌、提高盟国防卫能力外，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也成为峰会关注的重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今年是北约第3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参加峰会，并公开宣称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的所谓威胁。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统称为北约亚太4伙伴。2022年6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去年7月，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同亚太4国领导人会晤。早在今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已经透露，在军事威慑、信息交流和互操作性等领域，美国将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 值得警惕的是，北约对中国的针对性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首次将中国列入重要议题。到了2021年，中国被北约进一步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次年，北约马德里峰会直接指责中国危害北约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去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更是毫不避讳地直接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和言论挑衅，渲染所谓中国威胁。AUKUS、QUAD 等等组织一同在亚太构建一个各种不同的主题的小圈子，互相嵌套的同盟体系。情报共享是较为初级、较为基础的军事方面的合作，这也预示了美国借助渲染大国对抗叙事。 在亚太注入更多的不稳定性的这样一个举动，未来将会继续持续。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配合北约亚太化仪式上非常积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岸田3号透露，他在出席北约峰会后，还将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晤。岸田表示，希望加强日本与北约的合作，并拓展日德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当前国际局势。 早在2008年，日本便成为北约9个全球伙伴之一。双方展开实质性安全合作始于安倍晋三任内。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则是借机强化与西方阵营的战略捆绑，积极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提及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的合作，还明确自卫队将深度参与北约演习和联合行动，标志着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大幅升级。 北约还试图在东京建立首个亚太地区联络处，谋求以日本为跳板，深度介入印太事务。今年1月，日本被爆出正与北约就设立一条用于共享敏感情报的专线进行磋商。如果专线成功设立，双方情报共享的效率将大幅提高。 如今，韩国也成为北约努力拉拢的对象。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后，积极抱紧美国大腿。美日韩在去年8月召开戴维营峰会，在中国周边建立起准同盟。此次尹锡悦也将高调前往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成为韩国首个连续3年参加峰会总统。据韩联社透露，尹锡悦将与捷克、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多个北约成员国的首脑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多轮会谈。 尹锡悦还将出席美国总统拜登为其准备的晚宴。不过，对于日本积极推动的美日韩首脑会议，这次可能不会在华盛顿上演。分析认为，拜登正忙于选举，美日韩峰会可能并非优先事项。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态度颇为微妙。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应对国内选举为由，放了北约峰会的鸽子。澳媒称，阿尔巴尼斯此次缺席北约峰会是史无前例的。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表示，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代为出席。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8号到9号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多种形式的会谈。印媒在莫迪启程前放风说，此访将加强印俄之间的合作。而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是，这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莫迪首次访俄，也是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一次单独访问。他会与普京谈什么？为什么这次访问令美西方紧盯？来看分析。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普京将与莫迪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此外还将以扩大范围的形式举行会谈，双方代表团将共同参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非正式环境中进行交流。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也公布了莫迪访俄的更多细节。Prime Minister is scheduled to arrive in Moscow in the late afternoon of 8th July. President Putin will host a private dinner fo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n the day of arrival. The next day,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s interactions would include an interface with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Russia. As part of programming elements, Prime Minister will also lay a wreath 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in Kremlin, and thereafte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will visit the Rosatom Pavilion at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Moscow. 印度外交秘书夸特拉指出，莫迪与普京将在会谈中讨论包括国防、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等在内的两国所有合作领域的问题，还将对有相互利益的地区和全球事件分享彼此的看法。他还预告，两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文件。作为世界第3大原油消费国，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并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供应。据熟悉情况的印度官员向彭博社透露，印俄两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一系列问题，但不太可能达成突破性协议。该人士表示，双方将探讨的议程包括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电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媒体在报道此次莫迪出访俄罗斯时，格外突出意义重大的表述。根据印度论坛报的说法，首先，这将是一次独立于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访问行程。其次，莫迪在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3任总理任期，而普京也在今年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第三，这将是莫迪自2019年以来，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2年多来首次正式访俄，重续中断2年多的印俄首脑年度会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莫迪而言，此次出访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在莫迪此前2次新任期伊始，首个正式出访国家往往选择的都是邻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于莫斯科关系的重视。This comes as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trying to isolate Russia. New Delhi is a traditional partner of Moscow in areas such as defense. It has repeatedly abstained on UN resolutions demanding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e. 外界注意到，美西方舆论紧盯莫迪此次访俄。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此前表示不评论此事，但在莫迪出发之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关注。报道中还不忘提醒，印度是美日印澳4边机制的重要支柱。彭博社指出，上月莫迪赴意大利出席7国集团会议，如今又将在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是印度两面下注战略的一部分。莫迪这次跟俄罗斯走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倒向俄罗斯，而是要利用印俄关系这个杠杆来撬动美印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在美印俄这个三角恋当中让美国吃醋，从而拿出更多的诚意，带着更多的厚礼来追求印度。本轮巴以冲突持续了9个月，还没有结束。统计数据显示，加沙地带已经有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50万人挨饿。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7号消息，本月10号，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将举行4方会谈，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进行磋商。但以色列方面发表声明称，任何协议都应该允许以色列继续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直到其实现目标。
活在加沙地带的民众面临着生活物资日益匮乏的困境。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几位巴勒斯坦妇女靠着一家不起眼的沙拉三明治店，艰难地维持生计。这些巴勒斯坦妇女正忙着揉面、磨鹰嘴豆、炸制豆丸子，以此制作沙拉三明治。اضطريت ان انا انزل واجي على الشغل هذا بسبب الظروف القاسيه وانه ما فيش دخل عليا وانه اولادي محتاجين مصاريف فاجيت على المحل هذا اشتغل هنا عشان البي احتياجات اولادي وخاصه ان انا منفصله وعندي ولد بناتهم محتاجين مصاريف。由于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小店面临许多困难，没有电，没有压面机，没有煤气，甚至基本用水也时常供应不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表示，加沙地带目前已有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50万人忍受着灾难性的饥饿。该机构称，到今年9月份，预计96%的加沙地带人口仍面临严重粮食安全威胁。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就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谈判列出相关不容讨论的原则，包括任何协议都应允许以色列继续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直至实现其目标；任何协议都不应允许加沙地带通过边境地区从埃及走私武器，不应允许数以千计的巴武装人员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特维夫、耶路撒冷等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并呼吁提前举行议会选举。7号的活动从早上6点29分，也就是哈马斯9个月前向以色列发射首枚火箭弹时开始。抗议民众指责政府无视他们长期以来的诉求，一味推进军事行动，至今未能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It's a long time, a very long time. We go out to the street every week, and the government doesn't care. And we got to the point on July 7th, which is 9 months after October 7th, and we say enough. Today is a last cry out for help from the entire country to help us end the war, help us get our people, all the women, children, and men who are stuck in Gaza. And they're stuck there for reasons that are out of the people's control. It's all in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And we're here to tell them that this is our last chance to get them.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o find a different way for our country. 当晚，数百名情绪激动的抗议者还试图靠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位于耶路撒冷的官邸，但被当地警方阻止。这是以色列民众连续第2天举行抗议活动。在6号的抗议活动当中，当地警察也与抗议人群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拒绝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律师提出的将涉嫌贪腐案证词推迟至2025年3月提交的请求。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一请求超出了任何刑事诉讼程序可接受的范围。本案件任何不必要的延误都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大约2周前，内塔尼亚胡的律师阿米特·哈达德向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称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总理内塔尼亚胡直到2025年3月才能为其涉嫌贪腐案作证。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起涉嫌贪腐案。内塔尼亚胡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当地时间6号，大批亲巴勒斯坦人士走上英国伦敦街头示威游行，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这是自斯塔默本月5号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在伦敦首次举行的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据组织方估计，当天有约10万人参与示威活动。游行人群穿过伦敦市中心，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组织方负责人表示，希望在新一届政府组建时，借由这场示威游行传达信息，那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不会消失。I think that if we do come together and keep pressing the government, this new government especially, saying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rest, we're not going to stop until there is a free Palestine. 据法新社报道，自今年2月份以来，基尔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一直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承诺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在经历了第一轮总统选举辩论的糟糕表现后，美国总统拜登7月5号接受了媒体采访，仍然坚称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成为下一任总统。不过随后就有媒体爆出，华盛顿著名的帕金森病专家曾8度进入白宫。与此同时，168名商界领袖近日联名向白宫提交信件，呼吁拜登放弃连任。而参与联署的大部分亿万富翁和企业高管都是民主党的重要捐助者。7月5号，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接受了 ABC 著名的新闻主播斯蒂芬·诺普洛斯的专访。这是与前总统特朗普进行第一轮总统辩论以后，拜登的首次电视采访。在20分钟的采访中，斯蒂芬·诺普洛斯对拜登提出了直接而尖锐的问题，但拜登基本是避开重点，没有正面回答。在被问到对辩论之夜的感受时，拜登承认是一次糟糕的经历，但立即又为自己找理由进行辩护。It was a bad episode. No indication of any serious condition. I was exhausted. I didn't listen to my instincts in terms of preparing, and I had a bad night. You know, you say you were exhausted, and I know you've said that before as well, but you came, and you did have a tough month, but you came home from Europe about 11 or 12 days before the debate, spent 6 days in Camp David. Why wasn't that enough rest time, enough recovery time? Because I was sick. I was feeling terrible. Matter of fact, the docs with me, I asked them if they did a COVID test because they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was wrong. They did a te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I had some infection, a virus. I didn't. They just had a really bad cold. 拜登在回答中不忘夸赞自己拉踩特朗普，但对于很多外界关心的问题，拜登只是在模糊回答，本意是利用采访为辩论的糟糕表现辩解，但现在似乎效果不佳。而在被问到是否进行了特定的认知测试，是否接受过训练有素的神经科医生的检查时，拜登表示，没有人告诉他需要接受检查，他的工作就证明他足以胜任公职，并不真正需要再接受任何认知测试。I know your doctor said he consulted with a neurologist. I guess I'm asking a slightly different question. Have you had the specific cognitive tests, and have you had a neurologist, a specialist, do an examination? No one said I had to. No one said. They said I'm good.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undergo an independent medical evaluation that included neurological and cognitive tests and release the resul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Look, I have a cognitive test every single day. Every day I have that test. Everything I do. Not only am I campaigning, but I'm running the world. And that's not how it sounds like hyperbole. But we are the essential nation in the world. Madeleine Albright was right.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白宫访客记录，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的帕金森病专家凯文·坎纳德自2023年8月起至今8次进入白宫，与拜登的医生凯文·奥康纳会面，其中7次会面发生在2024年3月。报道称，坎纳德是帕金森病研究的权威，在沃尔特里德工作了近20年。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支持白宫医疗小组的神经学专家。去年在《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帕金森病早期阶段的研究。不过，在拜登2月份的年度体检中，奥康纳表示，体检包括一项神经系统检查，明确排除了帕金森病。尽管拜登坚称不会退出选举，但越来越多人希望他退选。据报道，就在拜登接受采访的当天，由数百名商界领袖组成的组织 Leadership Now Project 致信白宫，建议拜登总统放弃竞选连任。信中称，81岁的拜登曾将我们的民主从最严重的威胁中拯救出来。这里指的是2020年美国大选。但是为了巩固这一遗产，我们要求你结束竞选连任，将领导权传递给下一代民主党领导人。据报道，这封信件的签名者已经达到168人，其中大部分亿万富翁和企业高管都是民主党的重要捐助者。签名包括零售企业沃尔玛的家族成员克里斯蒂·沃尔顿、亿万富豪迈克尔·诺沃格拉茨以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莱西·格劳伦斯·莱斯格等。除了商界，据报数十名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也在考虑签署一封联名信，要求拜登退出竞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正在收集议员的意见，计划建议拜登退选。一位要求匿名的民主党高级助理透露，议员们都很生气，准备亲自要求拜登退选。
据报道，截至6号晚，已有5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呼吁拜登放弃竞选。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计划于当地时间7号下午与众议院领导层议员举行紧急视频会议，9号还将举行民主党众议员全体闭门会议。